欢迎收看第953期北京不静音。今天生病了，本来不想录这期节目了，但是想了想呢，还是录一下。因为当你们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又出去旅行了。之前讲过我就这一周呢做不到日更。不给你们交代一下，你们会觉得北京哪儿去了呢，是吧？而且呢，我也会留一份作业。就是除了你们看到的这一期呢，我还会再录一期节目也是答应一个观众做的去讲一下靖国神社。我也决定了会放在9月18日那天放出来，918嘛，而且那天是731这个电影上映中国肯定又是掀起一股新的仇日浪潮，我觉得有必要哪怕被很多人骂呢，也有必要来好好讲一讲关于靖国神社。今天这期节目讲什么？其实有一个人呢叫于朦胧中国墙内的一个很年轻的男演员之前是一个歌手。他最近死了。其实这个事情我已经很多天想要讲这个话题了，但是我又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因为不知道真相，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什么原因里面这个案情非常扑朔迷离。我觉得可能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不知道真相，所以我不能拿一些这个网上谣传的信息就在这里拼凑出一个节目去聊那些八卦，聊那些阴谋论，我觉得意义不大。这就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人的去世那个人叫乔任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一个年轻的男演员男艺人。当时呢就盛传说他死得很不寻常，和中国那位最著名的富二代有关。但是到今天也没有证实，没有实际的证据全是谣言。我当时我还信了这谣言现在我得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不知道真相，当时我还信了。所以后来紧接着发生呢，就那个富二代就跑到这个三亚来，然后呢就有中间的朋友就说见一面什么的，我就拒绝了心里膈应。怎么说呢，就是你像乔任梁我也不认识然后这个于朦胧我也不认识，他那会儿参加快男的那一期快男我还看了听听歌什么的，包括华晨宇是吧，最后得冠军什么，我觉得他的唱的还挺好。后来他开始疯狂的学权志龙我就不再看他了。其实你像于朦胧这样的人中国的这些叫什么就是长得比较好看的这些年轻的男演员因为总有一些谣言说他们被某某大佬盯上了，然后被什么灌药灌酒去这个强暴就这种传言，对吧？这个完全不知道真假。我接触过一些他们那个圈子里像他这样的人比如说黄轩有一年我一个朋友去拍他我这朋友是导演，然后呢就是我去探班我这个朋友，然后给他们剧组买了一堆的这个星巴克冰美式的咖啡，然后呢就还给了黄轩一杯喝他正在拍戏我就等于递一杯咖啡给他，就这样。之后他们拍完杀青我们开了个 party 庆祝也说了2句话，我觉得这人还挺好的，就是挺谦卑的当然了，就是说人家有很多陌生人在，他也不会完全放开自己嘛，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而且说很爱看书，所以当时我还把我写的第一本小说那个还送给他也不知道他看了没有后来就没有联系了。所以就是我观察他们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可能于朦胧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会活得很精细因为你要考虑自己的这个容貌，对吧？身材管理挺认真的然后再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歌手作为一个演员，他要去什么背歌词，对吧？去唱歌，
练习这个声音，然后包括去背这个剧本啊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课，人家也都很努力在做的。就这些年轻的男演员，对吧？女演员也一样。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呢，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在中国那个社会内去打拼啊。其实他们是没权没势的一些人，想要有好的资源，想要有细节啊，你要看非常多的人的脸色啊。你在粉丝面前好像是偶像，是被大家追星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有非常难的地方在生活中啊。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做字幕了啊，这我录完就直接上传了。所以呢，今天特别想聊聊于朦胧，但我又不知道从哪儿聊起，我就想到了这2天这个罗永浩和西贝贾国龙之间的这个冲突，对吧？贾国龙后来就说是什么网络黑社会，用了这么一个词儿。我看到这儿我特别想笑，就是中国有没有黑社会呢？有，对吧？谁是中国的黑社会呢？中共啊，没有别的黑社会。就是我一会儿会今天其实想给大家分析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黑社会的，那我就从这儿说起吧。我们都知道就世界上一些特别著名的黑社会、黑帮，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黑手党啊 ，mafia， 然后这个日本的山口组，是吧？墨西哥的这些毒枭，这都是黑社会组织。但是呢，这些黑社会组织有一个跟中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寄生性的。就是他不会说推翻他本国的政府，也就是说在本国政府下边他自己这一个组织啊，你比如你像意大利黑手党，他就是捞钱嘛，对吧？捞钱，然后他自己有一些武装的这些暴力手段，对吧？可以去枪杀呀、恐吓你啊等等的。那在某些地区呢，他也能够进行一些经济垄断啊，收一些保护费，这些都是黑帮的特色啊，就是暴力垄断。他得有自己的这些暴力组织啊，你打不过他，对吧？然后经济垄断，他得有这个控制你能谋生的这个方式，所以你就得依附于他，给他交保护费，他就挣钱就可以了嘛。当然了，还有黑帮的第3个特色呢，就是说他还会去做一些渗透，因为他要去让这个官方当一个保护伞嘛，啊，进行一个渗透到这个政府里，但他没有想过说我要取代这个政府，因为他们也很精啊，就是你像包括日本的山口组什么，对吧？你取代了政府，你要治理，变成治理一个国家，你不就成了这个整个攻击的一个就是公敌了嘛，一个目标了嘛，是不是？所以他们不想干这个事儿，当然他也没有能力干这个事儿。你比如像南美的有一些黑帮，包括墨西哥的毒枭，在某些地区就没有，实际上政府的管控力很不够的时候，那这些黑帮就承担了一定的政府的功能。你像南美的有一些黑帮，他也有想过要夺权啊，包括俄罗斯的黑帮，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也想过要夺取这个国家政权，但是最后被普京收拾了啊，一点一点的。等于是把俄罗斯的黑帮纳入到这个俄罗斯的政府内去运用，啊，用这么一个消化的方式。那你像南美有一些这个黑帮或者说地方的这些军阀了，它就变成了这种武装割据了嘛，对吧？他会去跟政府去谈判呀，去打呀，然后这么多，最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那个政府，他只能成为一方割据。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黑帮、这些黑社会，它还缺少一个执政的合法性，缺少这么一个合法性的叙事，但这方面中共把它补上了。我说中共啊，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么一种黑帮组织啊，整个现在中共国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黑社会。它牛在哪里呢？就是它本身啊，在这个我们都知道民国的那个时候吧，那中共是一个武装割据啊，我们也可以叫它共匪啊，你也可以叫它是一个革命的帮派，对吧？它就是一个黑帮嘛，它有它自己的武装力量，游击队，它可以在它占据的地盘里做经济垄断，对吧？让这些农民去交税啊什么，这就是保护费嘛。
那么其次呢，他有他自己的这种宣传，这是最牛的，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拿过来，就是理想化的一个乌托邦啊，等于它是黑帮加乌托邦的这么一个结合，所以就骗了很多的人，甚至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在拥护这个黑帮，他也意识不到说它是一个黑帮，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啊，其实它是原来是一个有理想的黑帮，对吧？现在当然了，就跟其他黑帮是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再像世界上其他那些黑帮去渗透当地的政府了，它自己就化身成这个政府，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它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手段啊，继续的去控制人们。你看啊，其他那些黑帮，它是暴力垄断。经济垄断也就做到这儿吧，但是中共除了这2个垄断之外啊，暴力垄断它有军队、有警察啊，甚至城管，大量的部队是吧？你搞不定它。经济垄断它通过这些土改啊这些方式啊，全都据为己有，然后又再通过国企什么的，全都控制所有的资源。等于他做到这2点，很多黑帮在他当地也能做到。但是第3点，中共还有思想垄断。他通过宣传、通过教育、通过审查制度等等，他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愚民化的教育，他有思想垄断，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你面对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么一种黑社会，高科技的黑社会然后还是这种黑帮啊，绝无仅有这种黑帮已经化身成一个政府了，而且它越来越强大。你像有一些啊，也是变成国家形式的，你比如说塔利班算半个吧，对吧？其实塔利班当然它是一种邪教组织了，对吧？它是一个邪教政府，但是它更多的呢，更像是一个一方军阀，它还不是很稳固，它还没有能够坐实到像中共这样。当然，你包括之前的红色高棉啊，这都类似，就是黑社会啊、黑帮变成一个政府，但它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而且呢，它在国际社会上是有人，你如果太过分了，是有人可以管你的，有人可以打压你的，他要有一些收敛。但是中共现在可是不收敛，他想怎么在对他的人民啊做这些黑帮的这些勾当啊，他就可以怎么做。你看其他的黑帮、黑手党啊，意大利的山口组啊，日本的他对这些老百姓啊，他是要收敛的，因为还有一个政府他要顾及，对吧？他是一个寄生型的，他有人能压住他，要搞一个平衡。但是中共不用管，过去还要看一些什么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呀，看一些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脸色呀等等的。现在随着它越来越强大，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些秩序架构的变化，他可能以后连这些脸色他也不用看了，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也不一定非要去往外去发动战争，他就统治那么大的一个中国，他还不够吗？在这里面捞钱，然后去奴役他这些百姓还不够吗？而且没有人能管他，所以很多的小粉红特别傻，他就会去庆祝说：“哎，我们强大了，然后又什么东升西降什么。”他不明白，如果美国现在是在衰败，对吧？你到那一天的时候，没有人能管得了中共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替中国人去说一些公道话的时候，你想想，你被这么一个黑帮去统治，你不可怕吗？没有人再能制衡他了，你不害怕吗？特别蠢，很多小粉红想不到这一点。你就看看啊，那些为中共叫好的那些小粉红，你有权有势吗？你姓赵吗？你什么都不是，对吧？你什么都不是，你连像于朦胧啊、乔任梁这种人你都比不上。虽然他们也无权无势，但是人家至少还是个公众人物啊，还是个偶像啊，还有一些粉丝啊，他还有钱，对吧？他还挣到一些钱，他都可以不明不白的就死去。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真相。那你想想，你又算是什么呢？就生活在这么一个黑社会中。那你说罗永浩不知道吗？我今天讲的这一切，他能不知道吗？他都不敢说。那你说那个贾国龙西贝的那个，他不知道吗？所以不要滥用这些词儿啊，说谁是黑社会，什么网络黑社会，
中国只有一个黑社会，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毒瘤，一个耻辱，这个黑社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还想说，就是关于于朦胧这，我再多说两句啊。现在很多传言说什么他被人搞啊，有一个神秘的 C 先生说是蔡奇什么，这就太好笑了。中共国这个黑社会的运转，它是这样的，你像蔡奇是这个黑社会中的现在是顶级大佬了，是不是？当然话事人是习近平啊，当然你蔡奇也算某一个领域的话事人吧，对吧？如果这个 C 先生真的是蔡奇的话，你不可能在中国网络上看到还有对于于朦胧这个死的一个讨论，现在说什么的都有，对吧？传什么这个阴谋论谣言都有，我就全都不采纳了，我不知道，所以你就会看不到。如果你真正触及到这个黑帮的最顶层的一些人的话，那是第一时间就全都封杀死了，你看不到了。你现在还能看到关于他的一些讨论，就说明什么？说明干这个事儿的人是不是他们这个黑帮最核心的一些人啊，是一些编外的人啊，稍微有一点点权势的人啊，现在也想压，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压住，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也是按照黑帮再去操作的啊。对，刚才黑帮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黑帮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帮规。他很多时候治理他自己的地盘，他用的不是什么普世的价值、普世的道德或者一个普世的法律，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矩，这是黑帮。那中共也是这一点上也是完全符合的，他有他自己的党章。他在很多时候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宪法，对吧？那个宪法就是没用的。很多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党章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啊，我们观察中共国这些事儿，你像这个罗永浩跟这个西贝这个事情啊，最终是如果闹得越来越大，这个黑帮觉得，哎，你真正触及到我利益了，触及到我帮内一些高层人的利益了，或者整个触及到我整个这个黑社会中共国的一些利益的时候，他那时候会出手啊。那时候出手的时候，什么贾国龙、什么罗永浩就都不在了，都处理掉。那你像于朦胧这个事儿也是这样，你现在反正就是一些阴谋论，然后他的一些粉丝内部去炒呗啊，他觉得无所谓的啊，因为这个说明犯事的人的这个级别也高不了哪儿去。但是，一旦这个事情，这个舆论啊喧哗，到一定程度，啊，他觉得有碍他的一些利益的时候，他就会出手管。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人，在这个黑社会内生活的人都逃不出这么一个模式啊，因为你生活在黑社会之中。就讲到这儿啊。关于这个黑社会、这个黑帮怎么解决，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再说一遍，这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情况啊！一个黑帮变成了一个政府，然后那么大的一个黑社会在存在，然后他有这么强的实力，关键是他还有理论武装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乌托邦。结果还有很多的，因为经过这种愚民教育啊，大部分的好多中国人还在拥戴他，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黑社会中，没感到害怕。这都是绝无仅有的。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些科技发展啊，这些监控，它的手段，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大数据分析，你就更难推翻它。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看它怎么发展。好，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